同学们，前面我们学习了蛋白质的基本组成结构单位氨基酸的基本特点和性质，它的结构与命名。下面我们接着学习蛋白质的分子结构。天然的蛋白质各有其特殊的生物学活性，肽链的氨基酸序列决定了蛋白质的结构特点和生物学活性。组成蛋白质的20种氨基酸 R 集团的空间排布和理化性质各不相同，当它们按照不同的氨基酸序列组合时，就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空间结构和不同的生物学活性的蛋白质分子。为了研究方便，将蛋白质分为1级、2级、3级、4级结构4个层次，同时在2级、3级结构之间又划分出一个超二级结构和结构域。蛋白质的1级结构是指蛋白质中氨基酸的排列顺序。1954年，桑格尔等人花费10年时间完成牛胰岛素51个氨基酸的序列测定工作。1960年，马尔等完成了牛胰核糖核酸酶的结构分析，它是从牛的胰脏中分离得到的，是水解核糖核酸中磷酸二酯键的酶。该酶由一条124个氨基酸残基的多肽链组成，分子内有8个半胱氨酸残基，形成4个链内二硫键，肽末端位于分子内部。血红蛋白结构的研究是另一大成就。血红蛋白分子是由2条阿尔法链与2条贝塔链组成的四聚体。1967年，埃德曼等人发明的氨基酸序列分析仪，1973年马尔等人制造的自动分析仪极大地推动了氨基酸序列测定的进度。蛋白质的2级结构是指肽链的主链沿某一主轴盘旋折叠而形成的局部空间结构，不涉及侧链部分的构象。蛋白质分子是由氨基酸首尾相连而成的共价多肽链，每一种蛋白质都有自己特有的构象，而不是一条随机走向的松散链。维持蛋白质天然构象的主要作用力包括氢键、离子键、疏水作用、范德华力、二硫键、酯键和配位键。氢键存在于氮氢或者氢氧之间的氢原子之间，离子键及盐键存在于氨基酸侧链的带电集团之间。疏水作用指的是介质水分子对疏水集团的排斥作用。范德华力是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很弱但数量庞大，具有加和性。配位键是指的是铁、铜、锌等金属离子以配位键与蛋白质相连，参与蛋白质高级结构的形成。图中所示即为蛋白质分子中存在的各种作用力。蛋白质的2级结构包括阿尔法螺旋、贝塔折叠、贝塔转角、无规则卷曲。我们首先了解阿尔法螺旋结构。阿尔法螺旋结构最早是1950年 Pauling 和 Corey 首先从阿尔法角蛋白中分离出的一种阿尔法螺旋结构，而且天然蛋白质绝大多数为右手螺旋。图中为阿尔法螺旋结构及左右手螺旋。阿尔法螺旋结构的特点是由阿尔法碳原子旋转形成的周期性构象，主链呈螺旋状上升，每隔 3.6 个氨基酸残基上升一圈，每个氨基酸残基沿轴上升 0.15 个纳米。相邻两圈螺旋间借助第 n 个氨基酸残基的氨基氢与第 n 加4个氨基酸残基的汤基氧之间形成氢键。图中氨基氢与汤基氧之间形成氢键，数排红色的小点表示氢键，氢键的取向与中心轴平行，中心轴
是人为假想的一个轴，环内原子数13。氢键是稳定阿尔法螺旋的主要作用力。首先，第一个因素，酸性或碱性氨基酸集中的区域，由于同性电荷相斥的存在，导致难于形成阿尔法螺旋结构。其次，肽链中如果存在连续的甘氨酸，由于甘氨酸的 R 集团为轻，空间占位小，也不利于阿尔法螺旋的形成。肽链中有脯氨酸、羟脯氨酸的结构存在，也会影响阿尔法螺旋的形成。由于脯氨酸是闭合环状氨基酸，没有多余的氨基氢与汤基氧形成氢键。R 集团较大，也会影响阿尔法螺旋结构的形成。若 R 基较小，且由不带电荷的氨基酸组成，则有利于阿尔法螺旋的形成。例如，多聚丙氨酸在 pH 7的水溶液中自发卷曲形成阿尔法螺旋。如图为脯氨酸在阿尔法螺旋的形成过程中会出现的结节结构。由于其缺少氨基上的氢，无法和汤基氧形成氢键，导致连续的阿尔法螺旋中断。贝塔折叠也叫贝塔片层，是由2条或多条几乎完全伸展的多肽链通过链间氢键连接在一起。图中肽链末端的箭头表示多肽链的方向，相邻肽链方向相同的称为平行式的贝塔片层结构，相邻肽链方向相反为反平行式结构。蓝色虚线条表示氨基氢与汤基氧在链间形成的氢键。我们了解一下贝塔片层结构的基本特点。首先，肽链处于相当伸展的结构，肽链折叠成锯齿状，氨基酸残基的 R 侧链伸出在锯齿的两侧，依靠2条肽链间的汤基氧与氨基氢形成氢键。两段肽链可以是平行式或者说反平行式。图中蓝色的虚线表示平行多肽链间形成的氢键。由于反平行式结构中氢键方向相同，从能量角度而言，反平行式的贝塔片层结构更为稳定。贝塔转角也称为贝塔弯曲或者贝塔回折，是指肽链出现的急剧的180度的回折，由弯曲处的第一个氨基酸残基的汤基氧与第4个氨基酸残基的氨基氢之间形成氢键，是一种不稳定的环形结构。无规则卷曲是指没有规律性的松散的部分肽链构象，泛指不能够被归入明确2级结构的多肽区段。这类有序的非重复性结构在蛋白质的结构中常常构成酶的活性部位或其他特异性的功能部位。图中注意多肽链的氮末端及碳末端所在的位置。这个蛋白质分子包含很多阿尔法螺旋结构及无规则卷曲结构。图中红色圆圈区域指的是无规则卷曲结构。由于其相对松散的结构，从功能的角度看，酶的活性中心往往位于结构域之间，因为连接各个结构域的常常是一条松散的无规则卷曲肽链，使结构域在空间上摆动比较自由，容易形成适合底物结合的空间。同学们，本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